胃不好的人平时呢要多注意饮食，可以常喝一些养胃茶，比如丁香茶。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保护胃黏膜，起到养胃暖胃的作用。高血压在中老年群体中非常常见，高血压的危害很大，可以说是长寿路上的绊脚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保健工作。若能做好下面这3件事，有助控制好血压。第一件事，调节好情绪。个人情绪对血压有很大影响，如果本身血压比较高，再出现起伏比较大的情绪，比如过于兴奋或者是生气，都会使血压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避免情绪波动大。第二件事，调整好饮食。血压高的人最好少吃盐，如果盐摄入过多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除了我们经常吃到的调味料食盐外，还有一些含盐分比较多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，这样对控制血压有帮助。第3件事，按时服用降压药。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降压药，要长期坚持服用，这样才能控制好血压。即使血压稳定了，也不能够擅自停药，要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。除了要做好上面这3件事外，平时还要少烟少酒，适量的运动，多测量自己的血压。只有这些都做到了，那么血压也不敢造反了。每天都要喝水，虽然说多喝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不是随便喝喝就可以了，喝水也是有讲究的。3个时间最好别喝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睡觉之前大量喝水，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吃完之后容易喝很多水，然后就洗睡觉了。晚上喝太多的水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而且还容易使人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同时还会造成水肿的情况，所以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。不过适当少喝一点还是有好处的。剧烈运动后喝大量水，因为剧烈运动之后身体会出很多汗，这时很多人就容易感觉到渴，然后喝大量的水，这样很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，对心脏健康不利。所以剧烈运动完之后10分钟再喝少量的水是最好的。饭后喝大量的水，很多人吃完饭后马上就会来1大杯水，这样很容易降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使人出现消化不良、腹泻等症状。所以大家吃完饭后尽量先不要喝水，可以半小时以后再喝。喝水是免费的长寿药，如果喝对了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。那上面这3个错误，希望你尽量避免。长期吃黑枸杞有什么好处？2类人最好不要碰，对健康不利。好处1，可以美容养颜。黑枸杞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维生素，经常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好处2，可以预防脱发。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脱发的情况，这时不妨吃一些黑枸杞。黑枸杞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和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防脱生发的效果。好处3，可以改善睡眠。经常失眠、睡眠质量不好的人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吃几粒黑枸杞，有养心安神的功效，可以帮助改善睡眠。所以经常吃黑枸杞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对于黑枸杞，大家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直接嚼着吃，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0克。那有2类人是不宜吃黑枸杞的。第一种，脾胃虚弱的人。如果脾胃虚弱的人吃黑枸杞，很容易出现拉肚子、消化不良等情况，所以建议这类人最好不要吃。第2种，血糖高的人。因为黑枸杞中含有一定的糖分，所以建议血糖高的人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吃黑枸杞。红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瓜，很多人喜欢吃，烤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，而且红薯含有很多的营养，经常吃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，减肥预防便秘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很低，经常吃可以预防便秘，而且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好处2，增强免疫力。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好处3，保护心血管。红薯中含有的钾元素、叶酸以及维生素都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红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。下面的这2种人建议就不要吃了。
第一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因为红薯中含有一种氧化酶，会在人的肠道里产生二氧化碳，吃多了会出现腹胀、打嗝的情况，所以胃溃疡的人不宜食用。第二个，空腹的人，如果空腹吃红薯，很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刺激胃黏膜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空腹时也不要吃红薯。甲状腺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，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，日常生活中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酸痛、脖子僵。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，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2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哦。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或者是不良的习惯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，那经常会出现肩膀酸胀、脖子僵硬的情况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，让肩颈更健康。当出现颈肩不适时，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手臂在左右2侧旋转，这样旋转360度，旋转2圈之后，再将2手握住，然后向后拉伸，这样拉伸10秒，再重复做6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淤堵，促进肩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酸痛、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那经常坐着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肩颈痛、身体僵硬的情况，这是因为长期久坐使得身体血液循环变差，所以大家不妨常做一做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减肥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可是有几个人能坚持住呢？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做的时候在地上铺个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前臂和脚趾支撑身体，最好让颈部和后背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尽量向上抬起，这样让身体成一个倒 V 字，双手手臂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头部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坚持一会儿，如果累了呢，就休息一下再做。每天睡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感觉颈部、肩膀还有大腿后侧有拉伸感。这个动作对手臂、腹部、背部以及腿部都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减肥不是1天2天就能瘦下来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一般只要坚持下去的人都会瘦哦。不过还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减肥才能事半功倍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